我发现很多小兄弟喜欢玩凯撒路啊，可是又觉得哎呀，佛洛伦啊、飞类啊、什么小青这些英雄都很难操作。要我介绍一个，又不想像莫托斯一样啊，那个操作好像太过轻松了。那是什么英雄呢？就是我们的艾翠斯这个英雄，超级好用，新版中超级 carry。这一次直接告诉大家，在现在这个版本怎么出场，怎么奥义，怎么磨，怎么玩呢？好好享受吧。这里跟对面的这个企鹅一技能上去，哇，这边图是确定要往那边吗？凯撒去直接一个大招把他烧死了。这里再来一技能，哇，就烧就把对面埃罗收掉，神速风暴吧，大招等待你时间算好把你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我，这次来的是艾翠斯做凯撒路的一个实战解说。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降低上 S 的方法。如果你也玩过艾翠斯，或者是玩过凯撒路，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我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这一次呢，给大家看到艾翠斯呢，是因为一般的艾翠斯跟一个比较能 carry 的一个艾翠斯到底要有什么的分别不同的玩法。这里大招先上，然后呢，不断的突刺，直接把对面的艾翠斯直接拿下。那对面的艾翠斯呢，这里我们骗了他的一个大招等待我们的打野的到来。空踩没所谓，还是搭配打野把对面的艾翠斯人头不断的就收掉了。对面的企鹅这个时间点赶过来，他开启大招，等待他大招完了才开我们的技能，不断的粘上去。我们的血量这个时间点不健康。如果我们有大招的话，可以直接开大招往前。那如果没有大招的话，这里就不适宜那么照进的去跟对面的打野这么的换。那这里呢，我们持续的回到我们的线上整理兵线。在出装方面，我们会出到一个雾防鞋。对到艾翠斯的话呢，尽量的出雾防鞋。那除非呢对面控制很多比方说有个阿莱斯特之类的英雄，你呢就可以出一个魔防鞋。那要不然的话呢，自己的队打凯撒路还是尽量以自己的队线来去应对，去出这个鞋子。毕竟呢，现在这个版本的艾翠斯呢，很吃它的强化普攻所以呢，雾防鞋的一个普攻的减免减伤，对于自己对线对到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好处。看到我们自己家的打野呢，来到我们上路的话，那就我们马上进场了一技能先划一划，他开启大招免疫。他这里开了大招，下一波他就没有大招了。看到我们的这个甲虫被对面企鹅黏住，那我们也来一个大招免疫一下对面的这个伤害。队友赶过来的这个时间点，就把对面打野就收掉了。那还有对面的一个艾洛小兄弟，我们不断的这里打不到先把灵鸟拿掉，等他开大招开了大招。我们再静观其变，看一下一技能突刺把对面又一个技能突刺，对面一个叉骨打起来，我们马上脚闪现，因为我们队友被收掉了，而我们也是残血的一个状态呢。2打3的话，那就不太好，而且这里我们的大西小兄弟也被收掉了，这里我们只能回城回一个城，然后马上的回到那个线这里是希望自己家打野会补一下线。那没有补线的话，那这个塔就要掉了。那没所谓，我们还是尽量做好自己就好，等待一个进场的机会。这里人头小很多，其实沃沃呢也不会那么贸然的进场。其实打到很多时候小兄弟们呢都可以。这里先看到对面企鹅一技能连上去，一个技能这么远的距离，一个大招把对面企鹅就收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艾翠斯在现在这个版本有突刺之后的一个很强势的现在这个英雄在现在这个版本。那刚刚说到了，其实呢，很多时候大家可能看到队友要进场了，可是我觉得这一波不太好进场那要进场吗？就是为了不让队友觉得自己没有参团，其实不要绝对不要为了参团而进场真的要分析那一波进场该不该进场。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对面人头消失很多，那甲虫想进场呢，踩对面，尽量不要就跟着因为这集的分析过对面的人头消失太多了，贸贸然进场就很危险。像我们刚刚如果跟着进场，就会被对面3个人直接灭掉我们2个人。那这里开启一个大招，一打对面先免疫对面的技能，那这里就不该打了。瑞克的这个状况不好，即便小丑的状况好，我们还是不该再进场。现在我们呢还是0死的一个状态，可是全队呢已经掉了13颗人头，没所谓，我们还是尽量做好自己就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到队友被直接的3连杀了。那看一下在红 buff 区，我们的打野想要进场，那对面有一个在上路，开启这个大招神速风暴，直接算好时间，大招把他人头就收掉。那可是队友这个时间点呢是4个刚刚都被团灭了这个状况，我们只能不断的整理兵线。看到对面的这个埃罗，现在他是很肥的一个状况。那虽然说看上去我们自己打的那一条线好像对线上跟对面好像打的还蛮不错，可是在塔的数量方面还有因为对面是其他路肥起来了其他路肥起来的话，自己走一个凯撒路也会受这个影响，对面很容易就能压到，也把你那一条路给压了。没所谓，这里我们的小丑小兄弟又被收掉打起小兄弟也被收掉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蹲在这个草丛等待对面有没有要来反蓝 buff， 有的话我们就蹲他一波。对面没有要看蓝 buff 的状况，我们也不要贸贸然的直接去进场把这个兵线这个跑车整理。对面也没有压塔，有的话我们要用命换那个炮车。那如果对面没有压塔的话，就任由其他队友可以把这个炮车去拿掉，这里再把对面的埃罗又收掉这个时间点还是0死的一个状况。那马上就有一个意识要知道了，对面可能在开启这个凯撒。那给到视野之后再看，直接看到对面神速风暴小兄弟这个闪电侠，对面的艾崔斯直接进场，我们不见康血量的一个状况，这里不适宜再战马上就先退一退。那这里呢，我们在出装方面艾崔斯在现在这个版本呢，尽量出一个能够有强化普攻的。如果是顺风的，我们出全能武器；逆风的话呢，我们出一个冰袍像这一把就是很逆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再加上一个仙灵吊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面有2个打法伤的英雄，闪电侠，还有对面一个奇尔再给到对面的这个凯撒的这个视野给到视野之后呢，对面果断的就把这个凯撒给放了。那刚刚说的出装如果是顺风的话，防装不用出不太用出，在现在这个版本，你可以选择出什么呢？可以选择出一个王者之剑来代替我们的仙灵吊坠也是可以的。继续的蹲在草丛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不要贸贸然的就进场。这一把的阵容很奇特，辅助呢打的是一个瑞克，那瑞克打辅助也代表我们其实必须要出一点坦度而且是应该进场的时间点就要去帮忙扛一下伤害，要不然平时艾崔斯这个英雄你也不太需要。在现在这个版本的通常都是走半坦又或者是全输出的。
那全输出的玩法就有点像瑞克原本的玩法了。对面把凯撒拿掉，这里要切对面的输出位先可惜小兄弟全部围着这个埃罗在打。我们这里切2个，哇，2个输出位都很残血，可惜大西小兄弟直接跑回家，而我们的这个是打野小兄弟没有跟过来，那直接被对面一波了，没所谓，他是尽量做好自己就好，拿到一个 MVP。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没听的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